离开了捷克的 CK 小镇，接下来要前进奥地利最知名的湖边小镇哈修塔特。这里跟 CK 小镇一样，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。除了本就优美的山城跟湖畔景色外，在2013年《冰雪奇缘》上映以后，有人认为这里是艾伦戴尔王国的原型，因此更涌入大量的游客造访当地。今天就和我一起看看这个有着世界最美小镇之称的哈修塔特吧。我们从库伦洛夫到哈修塔特是订了 CK Shuttles 的接送服务，这段订车的流程跟小技巧我会放在影片的最后再介绍。我们抵达哈修塔特的时间大约是中午12点多，从下车点走到我们订的旅馆大概还要走8分钟。虽然这段路有铺柏油，拖起行李来不算痛苦，但是这里是个山城，蛮多地方会需要爬楼梯的，所以也不太适合带着行李箱来。我们这天住的旅馆算是在哈修塔特的正中间区域，它其实是一间餐厅，然后楼上有提供住宿的房间，一个晚上含早餐大约是5000台币出头，非常的不便宜。但这间已经是在哈修塔特相对便宜的旅馆了，房间算蛮大的，从阳台看出去也很有哈修塔特的味道，但是规矩也蛮多的，像是不准使用高功率的电器，也不可以携带外食这类型的要求。不过这间旅馆的早餐倒是非常值得赞赏，除了面包之外，还有各种生火腿、起司，以及水果、果汁跟优格。我还真没想到可以在早餐吃到哈密瓜火腿这道料理，有帮这间旅馆的印象加了不少分。但要说推不推荐住这里，我会保留持平的态度。如果你不太在意服务的话，那就还不错。说到哈修塔特呢，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被这边的美景照片所吸引，比方说这张跟这张，对，大家应该都是看到同一个景色。与其说这个景色最能代表哈修塔特，我觉得更接近是哈修塔特只有这边拍起来比较漂亮，其余地方拍起来都跟一般的欧洲小镇差不多，而且会有满满的人潮。所以如果只是冲着这张照片来到哈修塔特，应该会有点失望。小镇真的不大，大约只要半天的时间就会找不到东西可以逛了。多数有营业的店家都是餐厅，而且如果你打开 Google 地图来看，这些餐厅几乎无一例外的评分都很低，而且普遍评论都是态度很差又贵这类型的评价。如果你想要舒适的用餐环境跟服务的话，建议可以选择高星等饭店底下的餐厅，会比较安全一点。我们这次有吃了 C Hotel 跟 Heritage Hotel 2间饭店的餐厅，价格虽然稍贵一点点，但不会到太夸张。C Hotel 的餐点比较普通，比较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我点的热巧克力竟然是用透明玻璃杯装，上面还有草莓跟鲜奶油，喝起来大概只有40几度而已，跟我想象中的热巧克力有点落差。我比较推荐 Heritage Hotel 的餐点，虽然有开桌费，但附的面包也很好吃，牛排处理的也相当不错。2个人晚餐吃下来加上小费大约是2600元台币左右。如果你想要吃个经济实惠的选项，那我推荐在小镇门口附近的餐车 Burgerman。我们有点汉堡跟热狗都蛮好吃的，每份价格落在150到300元台币左右。缺点是用餐区比较简陋一些，但是哈修塔特绝对是一个 CP 值极高的选项。在哈修塔特因为各种原因声名大噪前，这里其实也是个历史古迹。距今4000多年以前就已经有人类定居在此开采盐矿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盐矿之一。也就是为了来参观这个盐矿，所以我们在捷克的行程才会这么匆促。因为冬季的盐矿导览最后一天是1月6号，我们有先上网预订票券，来回的登山缆车加盐矿导览，一个人是40欧元。就算不想要参加导览，我也蛮推荐单独买缆车到山顶来看看的。山顶的观景台看下去的湖畔景色非常漂亮，拍完照还可以继续往山里面走。一路上会看到银色的导览牌，只要下载 App 就可以听到这座矿山的一些历史故事，不用付费，而且也有中文语音。走到最后面就会抵达盐矿的入口，这里的导览是定时一批一批人进去的，先抵达的人可以在他们的大厅坐着休息一下，上个厕所等时间到。导览开始前，工作人员会要求大家把物品都放进置物柜内，并且换上他们的矿工服。除了提供盐矿内的保暖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为了待会溜滑梯时的安全。在中世纪时，矿工都是透过这些木质溜滑梯进行区域的移动，而现在哈修塔特盐矿保留着欧洲最长的木质溜滑梯，也是这个盐矿导览的最大卖点。下来之后可以看到自己溜下来的时速跟照片，后面还会讲到一些在这边找到的古人开采遗迹以及盐巴试吃，最后就会搭乘小火车离开矿坑结束旅程。在归还矿工服时，也可以购买溜滑梯时拍摄的照片，以及每个人会拿到一罐小小的哈修塔特盐巴作为纪念。但哈修塔特的盐就是很纯的盐巴，咸度很高，但没有什么风味，我觉得不算好吃。但我很喜欢这整个导览行程，如果你时间够的话，拜托一定要去。全程搭缆车上山开始到结束搭缆车下来，大约会花掉3个半小时。一早上去参观后，下来吃午餐刚好。
最后来讲讲离开哈修塔特的事情。如果要搭乘火车的话，必须要先搭船到对岸去才有火车站。那边是只有候车亭的简易站体，只有垃圾桶跟2张椅子，然后就没有其他东西了。所以就算你在小镇已经没有地方要逛了，也不要先坐船过去。虽然车站这侧在日落时拍照很美，但拍完照后会真的没有事情做。我们下一站要去的是莫扎特的故乡萨尔兹堡。从哈修塔特搭乘20分钟的火车，再转150号巴士。原本买票时系统显示转乘时间只有2分钟，结果火车还误点了1分钟。一到站就看到一堆人一起冲向公车站，差点就让巴士在眼前开走。不过后来才知道150号巴士是每30分钟就有一台车，所以转乘没赶上其实也没关系。不然像我们这样累个半死，还要在拥挤的巴士上站1个半小时，也是蛮辛苦的。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自由行，从 CK 小镇要去哈修塔特的话，那你应该只能跟我们一样选择用包车的方式前往哈修塔特。其他大众运输的选项其实都有点太过于麻烦。CK 小镇到哈修塔特其实也有蛮多间的包车业者 ，CK Shuttle 是这些业者里面最贵的一间。但是因为我们有查到其他间业者偶尔会有一些被放鸟的情境，所以思考之后还是决定选择订 CK Shuttle 的车。你到 CK Shuttle 的网站，那对它的出发点有第一个是库伦洛夫，然后第二布拉格、维也纳、萨尔兹堡、哈修塔特。后面的可能就比较少人会去的。那因为我们是从 CK 出发，然后目的地就是哈修塔特，然后人数的话就看你有几个人要坐，然后出发时间我就先随便选一下好了。然后就会开始搜寻，那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几个不同的选项。左边这边是时间，这是9点10分出发的，然后这个是4点35分出发的，然后下面这2个呢，就是任何时间都可以，那就是属于私人包车，所以它的价格会更贵。那前面这2个就是跟人家并车的，这边有写到你最多可以有一台车可以给6个人坐。然后还有说，他们可以从你在库伦洛夫的旅馆，然后直接接你到你在哈修塔特的旅馆。可是因为哈修塔特里面是管制区，所以如果你是住在哈修塔特的里面的话，那他就只能把你放在哈修塔特的门口。然后这边这个价格呢，它有写到是一个人1500捷克克朗，这个价格就是真的是用人头数算的。完整包车的话是5800捷克克朗。平均下来，一个人是2000捷克克朗，那算是比较贵一点的选项。然后这边最后这一个，它其实更接近私人包车的行程，它也包含了一些观光景点。你可以在中途你有经过什么你想要去的景点拍照的话，可以选择最后一个这种包车的形式。通常我们是早上出发了，所以应该就会是选这一个9点10分的车，然后就book。然后就输入你的资料，这边订车的内容其实就是照着上面写的做就好了。那这里也有 pick up address， 就是他去哪边接你，所以你可以直接提供你的饭店名称。那还有下车点在这边，就是输入之后送出，他会送出一个订车需求到他们的公司去做媒合，然后你就会在 email 收到一封信，就是你的预约的资讯这样子。然后他会告诉你说你的要求已经在处理了，那通常会在4个小时内给你回复，那最长会是24小时，让你等待你的 email。然后这个信件并不是确认信件，它只是他们收到了你的包车需求的信件而已，所以你要再继续等他们的回复的 email。确定有车之后，他就会回复你这个信件，然后你就是直接点击右边这个 payment link 去付费。说实在的，这个信件其实我自己在订车的时候其实有点怕怕的，因为看起来很像诈骗信。如果今天这个是诈骗信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确认，这是蛮尴尬的事情。另外这边可以提醒一下的是，它这个价格其实不会随着时间浮动，所以你多早多晚订，原则上价格都相同。可是它有一个差异是因为它这个是共享的，如果有其他人订的话，就会有机会跟人家并车。所以如果说你这台车已经有2个人他要搭车了，那你的价格就会变得便宜。如果你是最开始的那2个人的话，那你的价格就会比较贵。
那我们现在如果一次选4个人的话，相同时间的情况下，一个人的价格就会变成1300捷克克朗。你如果是2个人做的话，一个人是1500捷克克朗。然后如果再更极端一点，你如果只有1个人的话，价格就会是3000捷克克朗。所以就是用人头算。那我们如果用比较常见的2个人的形式，你可以去寻找用不同的时间来看的话，我们选一个热门一点的时间，可能会比较多人包。那你就会看到，像这个应该就是前面已经有2个人包车了，所以即使你只有2个人，你1个人的价格也是1200捷克克朗而已。然后像这种，它甚至在旺季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不是直接送你到旅馆的，它会直接在某个指定的地点下车，那这个价格就可以再更便宜一点，看1个人才990捷克克朗而已。旺季的车班也比较多，虽然我们前面提到的是不会因为时间你的订车费用有所改变，可是会因为那台车可能已经有人先订了，所以你的价格会下降。今天给的一个小建议是，你可以再晚一点去订。如果有人在你前面先订车了，那你就会订到比较便宜的车啊。如果你先订了，别人就会订到比较便宜的车。这个包车是可以晚一点再下单的。然后我也不太建议，就是你真的只到前一天才在订车，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司机或者没有人有空来接你的话，那你会更困扰。所以这个东西大约在出发的1周到2周前再下定就好了。这个算是比较单纯的一个事情，但是价格会很明显的有差距，这可以自己考虑一下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